这个新手爸妈就是不靠谱，连小鸟都是这个样子哦。你们看这喂的，全喂到头上去了，他都不知道。还好给他检查一下，从下午4、5点钟就出壳了，这小家伙。现在都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，看看这速囊，一直都是空的。你说他们没喂吧，又好像喂了，因为在他身上看到几颗小米，那这儿还有点。但是没喂到速囊里，它起个什么作用呢？正常的来说，这种小鸟出壳最多6个小时以后就要开始喂食了。这算马上都7、8个小时了，速囊里还是空的。哎，只能拿出来帮它喂一喂了。喂一下，然后又给它还回去。这红眼睛的黄花，它本来就很弱，我是真不想再临天手痒了啊！想想当初老14的那段日子，呀，真的是折磨呀！这小子都饿得不得了了，因为我经常听到繁殖箱里在啾啾啾的叫，我以为他们会喂嘞。检查了几次，这个速囊都是空的。来，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鸟没有喂虫啊？这个鹦鹉它是素食的，所以不吃虫，就像鸽子一样，母鸟喂它们都是反刍喂的，但是咱们人工的话，不可能会吐给它吃嘛，对吧？所以就有鹦鹉奶粉这个东西。我经常说的给小鸟喂奶，并不是喂的人吃的奶粉啊，还有咱们自己孵出来的，喂第一顿奶的话，最好给它加点益生菌进去啊，奶粉也不能调得太干了。这玩意儿吧，你说好喂，其实它也挺好喂的，但是一旦积食就特别麻烦啊。这个就和老14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只是它身上的这个绒毛比较多一点。快吃吧，你是运气不好哦，遇到一个爸妈只知道孵不知道喂。2个家伙互窝倒是挺互窝的，随时随地打开它就要凶你。喂崽崽的话还差了点啊。吃的差不多了，可能也是第一次当爸妈，没什么经验，不知道这个小鸟孵出来了还要喂的，以为就这样孵着它就自己能长大了，跟个毛毛虫一样。你走开啊，我给你放回来。帮它喂一次就还给它算了，再好的保温箱也不如这个鸟的体温呀，有大鸟孵着它们才是最舒服的。老14，哎，让！哎，我突然发现它咬的并不痛哎，甚至都没咬到我。行了，还给你了，你好好喂嘛。来，你也回去。看到我把小鸟拿出来，这小灰灰甚至都追出来了。责任心是有，但是不多。早上我打开繁殖箱，说检查一下，看这个小鸟它喂了没有，居然看到了这一幕。行吧，既然你要喂，那我就不管了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过了10来分钟，我也来检查，看它给小鸟喂的是什么样子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速囊还是空的，好像喂了个寂寞呀。不过也不着急，先给它放回去再看看，再等个1个小时左右吧，咱们再过来检查一下，看它喂了没有。就只知道咬人了。你好好喂一喂你的孩子吧，小子，你喂的它才长得快呀。时间又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这次轮到小灰灰值班了。因为目前我还没试过它咬人的威力，所以我用2张纸把它盖起来，偷偷的把这个小鸟拿出来看一看。空的，一点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这2个在搞什么哟，真的是一口都不给孩子喂啊。无意间又发现有颗蛋有裂痕了，应该是快要出壳了，又拿出来给它喂了一次。它脖子下面这个黄黄的，就是咱们给它喂的。这种鸟还是很好分辨它有没有吃东西的。还回去。鸭子，你不要装的这么凶嘛，咬人又不痛。我都拿出来喂2次了，这个他们好像是真的没喂啊。如果喂了的话，不至于1、2个小时就消化完了。看起来也和昨天刚出生的时候差不多。其实青鸟喂的小鸟，它会长得比较快一些，而且不容易出问题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想要让它们喂的原因啊。当然，如果实在它们都不想喂，只有我拿出来自己养了。看一下老14的小崽崽，今天忙了一天都没管啊，这都下午5点多了，才打开给它看一看。好像另外一只也出壳了，已经有3只了，挺厉害的哟。
几天不见都3胎了，这个速度还蛮快的。又咬不痛，把蛋壳给它捡了，凶得很呀，这家伙。呀，这他还追出来咬我了，这小脾气还越来越大了。我不时常给你检查，你前2个都已经没了，你小子还不知道感恩。来，搞2首歌听听，我给起个头啊。吹呀！嘿，抓着不懂啊！这个从小时候他就很讨厌我摸他的脚，每次摸脚他就咬我。来点音乐，可能是太久没吹，记不起来了，给你换个简单的。哎，吹呀！还想得起来不？完了，没想到连鸟都是这样啊！当爸以后就开始不玩音乐了，曾经的梦想看来已经也不重要了。下去吧，你都不玩音乐了，咱们俩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。看看他的宝宝啊，检查一下喂了没有。这个大的应该是喂了的，就是看后面这2个小的。看吧，这个大的每次检查都吃的特别饱。这就是禽鸟胃为什么长这么快，因为它随时随地都在喂它们。看看脑儿里，哎，哦，这个才是老大，这个稍微大一点，都喂得不错啊。最后来看看这个小的，这个是今天出壳的，黑眼睛，应该是个原始灰或者是珍珠吧，反正它们俩也不可能出什么高级颜色。多半都是和小灰灰是一样的。树那里有几颗小米，应该是喂了一些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就不用咱们插手了，他会养就让他自己养吧。去吧，既然都不玩音乐了，就好好带孩子，不要再像以前那么放荡不羁了，见谁都吹口哨，知道不？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了哟。你看，你们是有多无聊嘞？过来做笔录，被人举报了。哼，问题不大啊，朋友们，这个该配合的咱们都配合了。我所有的这个救助都是有视频有记录的，从来没有去掏过任何一个鸟窝。然后所有救助养大的鸟咱们都放生了，这个视频里你们都看得到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，农村很常见这种砍树了，树上有窝掉下来的，你们不信，这是我昨天去拍的，只是没救到鸟，是个空窝，所以素材就没有放出来而已。这个空窝就是别人给树修枝丫的时候，然后刚好这个枝丫上有个窝，就一起给修下来了嘛。像这种它没有鸟的，所以素材就没有必要放而已。这种救助养大的，放飞之前它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啊，不然你突然把它丢出去，它找不到吃的就会饿死。像这个白头翁现在都是散放的，它自己出去找不到吃的要回家嘛，你不可能说不喂它，对吧？还有咱们楼上这些鸟都已经拍过照了啊，也已经来调查过了，只是咱们没有这个救助证而已。后续可能会去了解一下这个该怎么弄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啊。咱们这个是不是卖野生动物的？像人家专业的来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连林业局的局长都来了哟，还是比较支持我的，而且他还关注了我哟。只是后续咱们还是要去备个案啊什么的。总体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啊，这下举报我的人你都放心了吧？再给你们看看老14和小灰灰生了3颗蛋，在这孵着哩，他是一眼都不让人看哦。我想看一下，他要咬我。奈何我很久没被鹦鹉咬了，所以有点怕它。最近喜鹊的翅膀也长了不少出来，离放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这个也是养了它好久了，最近也没怎么放它，放出来它就对着我的鹦鹉流口水。等它翅膀长出来，飞行能力没问题了，放了就行了。还有我救助的这些10姐妹都是散养的，她们晚上要回家呀，我也没办法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她回家了，你不让她吃不让她住嘛，慢慢的可能就会像小鸡翅一样，
越来越野，它就不会回家了。所以鸟放生嘛，它都是有个过程的。我估计节奏最大的就是这些八哥了，最近，因为很多人私下找我买，我都没有理啊，这种私信全部都没回的。所以你怎么说呢？就像这个胖子一样，他就喜欢在家里，难道你把他撵出去吗？是吧？好了，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啊，不要买卖野生动物啊，所有的野鸟它都是保护动物。